Hello，大家好，今天是6月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马斯克炮轰减税法案，特斯拉股价躺枪，再次出现空方强势顶分型，下一个目标是318。苹果再次遭遇法律挫折，反弹结束，小心下跌三法的形成。美股又出现了三小顶，多头小心再次的回调。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87期的视频。阿哲呢，依旧会通过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还是照常讲解一下有关纳指标普的一些市场环境。阿哲会通过三阳小顶的 K 线形态、107天均线，以及在本周周四我们盘中要关注哪些支撑和压力位。那么以上3个部分来讲解有关美股的指数。在了解美股指数之后，我们会再来到个股的解析，分别是特斯拉、英伟达、半导体指数、阿斯麦、博通、苹果、Meta、MSTR、PLTR、谷歌、微软、亚马逊、台积电、SMCI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要稍微做一个提醒，因为平时所分析的标的内容偏多，那么如果您是新同学，应该会发现视频的时长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一个长视频，阿哲的建议是，您看到底下的播放按钮旁边有一个小三角，点开这个三角，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都是阿哲亲自去整理的，而只要您点击对应的时间轴，就会跳转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部分标的的分析，希望对您能够有些帮助，解决您的部分观看的疑虑。而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阿哲又建议大家能够从头到尾能够完整的观看，更能够理解本期视频的内容。现在我们来到第一部分关于指数的分析、指数的解析。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到一个内容，就是市场出现了一个关头阴线，那么关头阴线的区间之内呢，为一个方向不定的一个情况，而这个区间也是一个震荡区间，它的下沿有支撑，上沿有压力。那么股价呢，在出现下破或者说跌破无效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反弹，而价格如果产生强势的突破，震荡的上沿，那么我们会去看涨。而我们看到昨天的收盘价其实已经非常完整的站在了关头阴线高点之上，那么这一个突破是否有效，它的力度如何，我们是否在这一天能够选择去做多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就需要去确定一下它的突破是否有效。只要您是最近刚订阅阿哲同学，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您都可以在盘前接收到这一条短信。阿哲在6月4号的盘前有讲到，纳指呢昨天是收盘在关头阴的高点之上，但是它的力度还是不构成有效突破的，得要纳指继续收盘在关头阴上，而且是实体阳线，并且标普指数它要有一个高点能够刷新6009.82，那么2个条件达成之后，我们会认为美股到前高就没有任何阻力了，并且短线将是加速的前往。而反之，如果没有达到这2个条件对应的纳指和标普的条件，那么当前去做多它就不是很完善。同时，昨天出现了一个三阳小顶结构，那么这里就要注意了，三阳小顶代表股价上涨动能的减弱，而这种三阳小顶出现在关头阴线震荡区上沿的突破时，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突破当前依旧无法确定是有效的。关于三阳小顶，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听阿哲讲过很多次了，甚至呢您是最近才关注阿哲的，应该之前这段时间阿哲有讲过很多。所谓的三阳小顶，就是在连阳当中你要去识别一种动能的减弱现象，当时这里出现了加速，而后反复出现三阳小顶，后续股价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调整？在最近的视频观看当中，阿哲发现有很多同学可能抱有不同的一个意见。比较明显的一类同学就是，可能阿哲讲做空的方向，您是不太开心的。但阿哲觉得呢，做多做空其实没有所谓的对错之分，只要您最后确实有所收益，那其实呢都没有太多的问题。当阿哲呢讲到三阳小顶可能有风险的时候，那么如果您是想要做空的，是不是可以把握到这一波下跌的机会？而假如您依旧想看多的，那是不是可以作为您去高抛减仓，而后股价如果真的如期调整，那么你还想要做多，是不是给了一个更好的低吸点啊？所以不管阿哲的观点究竟是看多看空，做多亦或者是做空，那么只要在视频当中能够有帮助到你的内容，那么阿哲觉得至少观看视频的这一部分时间您是没有浪费掉的。关头阴线后产生的震荡，包括三阳小顶的产生，如果它真的有一波下跌的产生，那么对于阿哲来讲就是做空有所利润。而对于你，如果你觉得还要看多美股的话，那对于你来讲是不是再一次的低吸绝佳的机会？所以股市当中所产生的上涨和下跌，它对应的只是不同时机的把握，不同的一个投资者的一个想法。那么不管你是做多还是做空，那么其实呢没有必要太去纠结这一些。
如果您想要做多，那么后续如果真有调整，那么你是要开心才对，而不是觉得阿哲依旧在看空做空，那么影响到了你做多同学的心情，那就不太好了。也希望阿哲的视频当中，不管是对于做多的同学、做空的同学，都能够对您产生一部分的帮助。当然了，如果您觉得阿哲是一个很明显的反指的话，那其实阿哲要更恭喜你，每一次阿哲看空你就加仓做多就行了。那对于你来讲，那不也是一种巨大的收获是吗？而接下来呢，阿哲再复习一下三阳小顶。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那么可能对于三阳小顶的使用呢还不是很明确。为什么通过连阳的走势能够判定股价呢可能会滞涨？三阳小顶呢是一个阿哲特别喜欢的经典形态，而它也特别的有效，阿哲所以也经常会去关注，每次出现都会提醒，不管后续股市是下跌与否，阿哲都建议大家能够关注好这个信号。三阳小顶有一个比较好的使用环境，就是弱势反弹以及在震荡行情当中，比如说最近这种连续2、3周的震荡就比较适合了。它的条件也很简单，就是需要有连续3根阳线，这3根阳线是不分真假的，就是它可以是假阳线，也可以是真阳线，涨跌不限，颜色必须得要是绿色。而第二个条件，在出现3连阳之后，它的第3根 K 线，它的 OC， 也就是它的开盘到收盘的距离，它必须比昨天的阳线的实体要短。因为我们知道 K 线的3个要素当中，其中一个实体要素代表的就是股价的涨跌动能，阴线实体代表下跌动能，阳线实体代表上涨动能。而如果3号 K 线的实体比2号 K 线的实体是缩短了，说明上涨动能就减弱。而如果3号 K 线和2号 K 线它的实体相差越是悬殊，那么顶部的信号就越强。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所出现的三阳小顶，那是不是首次出现的时候，它呢是一根小阳线对昨天的大阳线，是不是三阳小顶？好，再一次最后一次调整发生之前的三阳小顶，它是一根10日星，而且是下跌的，对应昨天的是上涨实体较长的阳线。是不是一次一次三阳小顶，它每一次都更明显的缩短，所以动能呢就更加明显的减弱，而这一次也是如此的。昨天所产生的这一根说是阳线，说依旧收盘在上涨，但其实它整体是震荡的，基本多空博弈相差不大，所以它更像是一根10日星。那么它的一个实体比昨天是不是缩减了倍数关系？所以这个位置的三阳小顶效果正常来说也是不差的。所以掌握了以上的要素之后，那么就恭喜您掌握了一种短线左侧风险的方案。那么这里呢有2种卖点，或者说有2种可以去伴随做空的点。我们以卖出方来进行一个讲解。如果我是短线有所盈利了，最近呢我赚钱了，在之前上一周的长下影线后我低吸了，最近呢有所盈利，那么出现三阳小顶，股市在震荡当中上涨有所减弱，我的卖点比较激进的就是我直接左侧第2天卖出，不管涨跌，这是相对比较激进的。而相对保守的右侧的卖点就是价格走势收盘跌破止盈线，那么我们卖出离场，这呢也作为右侧的保守防守位。而做空者呢，如果您想要去看空，那就是股价收阴跌破3的低点，而因为现在的指数呢出现了关头阴线，你也可以把关头阴线的高点呢作为一个判定。当股价跌破3的低点，重新跌回到关头阴的高点之下，那么就说明它回归震荡，它就有机会呢往关头阴的震荡下沿去进行运行。所以三阳小顶的产生对于多头来讲是一种减仓，或者说是用止盈的一个提醒。而对于做空者或看空者来讲，这里如果出现了右侧的下跌信号，那么也是一种看空的条件达成。而对于日线的三阳小顶形态有所了解之后，那么你就知道为什么阿哲提醒多头要相对去反应手，相对的防范这一个上涨当中所出现的动能减弱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两指数30分钟这个短线上的170天均线，在最近的几期视频当中，阿哲都有去讲到和跟踪。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左侧是纳指，右侧是标普。在30分钟级别上呢，你会发现纳指和标普的图形是有很大区别的。像标普是只出现了一个左高的突破，而纳指呢其实有出现了2次的突破，而目前是高点高点抬高，低点低点抬高。整体趋势虽然上涨有所减弱，但是不是没有出现170的有效跌破？怎么去确认它的有效跌破？等一下再讲到特斯拉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技巧。当股价收盘价跌破170呢，是一种预警的信号。但是这里呢要提醒的是，它只有完全跌破2根 K 线，我们才去小心会不会转变趋势。当它出现了1根跌破、2根跌破的时候，它只要这2根 K 线里面的低点不被跌破，那170的一个转势呢就还没有出现。所以当时调到这里，作为空头你要小心，这里可能是你的止盈点。
作为多头来讲，就是你的低吸点。就是170是否被有效跌破作为你的判定。股价出现了上冲，出现关头阴线，再次下跌，在关头阴后的下跌，是不是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的第二根在这里？好，那么第二根 K 线的低点被略微刺破一根之后，立马就收回了，然后把它的高点给突破了，所以出现上周的长下影线而后的反攻现象，是不是这2次都是对于170没有产生有效的跌破？所以对于空头来说，哪怕后续有所盈利，或者说真的有所机会产生这种调整，那么30分钟的170你要去关注它能不能出现有效的跌破，这是第一点。而对于多头来讲，如果30分钟未来出现的每一次调整都无法有效跌破30分钟的170天均线，那么每一次是不是都能够作为你去埋伏去低吸的机会？这就是同一个技巧，对于多方对于空方你都需要去观察到的点。那么用标普的30分钟170也可以这么去看，是不是曾经这个高点后的下跌跌破170，第一根第二根是不是就止跌了？那么这是不是多头的机会？股价又回落了，那么哪个地方有跌破连续2根呢？是不是之前这里都是震荡，都没有连续跌破2根 K 线的，直到这个地方出现了第一根，出现了第二根，然后低点作为支撑，这里烫下来一根之后直接反包，是不是价格走势这里出现了上涨？对于多头来讲，你只要学会170 30分钟的看待，那么这里每次跌下来没有跌破2号 K 线，是不是都是你的买点？而对于空头来讲，每一次你做空，你发现30分钟第二根 K 线它就是跌不破，那么是不是你就该短线止盈了？现在呢，它会不会再回归170？就关注一下纳指日线的3阳小顶是否会产生破位。而换到30分钟来讲呢，就是他们突破了左边高点之后，现在在高点之上震荡，这算是有效突破吗？还无法确认，因为它没有一个突破之后的强势的往上的波动，所以你要谨防的是突破的无效，股价重新的回落区间。而是不是只要去回落这个区间，170很容易再次的被测试它的支撑是否有效？那么测试的时候就再去关注即可，用这个技巧可以在30分钟提前去判定多头的机会和空头的风险。那么在30分钟当中掌握这个技巧，你就可以提前判断目前震荡区当中多头的风险机会和空头的止盈止损。希望以上对于指数的日线和30分钟的判定技巧能够对您产生一定的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在收听的时候点上一个小红心，点上一个赞。而假如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那么阿哲希望您在观看视频的时候，也可以在底下的评论区留下您一句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建议。而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那么阿哲希望您在学有所获的情况下，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就会显示已订阅，那么这就说明你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后续再点开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场直播，每一个公开的视频，都会在发布的第一时间通知到您。同时呢，也感谢我们新同学首次相见就能够订阅阿哲频道。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第3小节，叫做日内撑压。所谓的日内撑压，就是阿哲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告知各位关于纳指、特斯拉、英伟达等个股他们在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位是多少，来以此判定短线多空的一个转换。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图板，在这一张图板当中，左侧就是阿哲刚才有讲到的，只要您是订阅同学，就能够跟助教去领取到的每天盘前的短信了。而一般来讲，这条信息会有2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一些观点，那么刚才已经讲过了，这里就不再去提及。另外一部分就关于下面的点位的测算了。那么这个点位如何去使用？像昨天的 K 线是一根10日星，而它的高点压力是没有去突破的，收盘没有过，那么就说明这个多方它的力度没有说极强，而相对应的低点支撑它没有去收盘跌破，则说明空方的力度也比较的正常。那么多空之间没有明显的优势，它就正常来讲是一个惯性的涨跌。根据这2个数值的撑压而后收盘的表现，我们可以绘制出如右侧当中这种纳指的日线图。阿哲呢也称它为红绿灯的一个指标。当股价能够收盘突破阿哲给到的日内预测高点压力，它就会显示出一根绿灯的 K 线。反之，如果当天的收盘价是跌破了阿哲给到的预测低点支撑，则会显示空方强势，将是一个红灯 K 线。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转灯的信号。而在最近的红绿灯表现当中，你会发现它在上周的周五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的长下影线，而后在本周的周一出现了绿灯 K 线。当红灯转为绿灯，我们是不是讲过它属于一种买点的信号？而这种买入信号呢，因为在震荡行情本身多头不强，整体的力度是不是逐渐的往上走就在减弱？
在本周周一和周二都是绿灯 K 线，而周三是10日星，是无灯 K 线。无灯则说明它保持之前的上涨绿灯动能，但是还没有去进行维持。而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过一个观点，就是从一个绿灯到红灯这样一起一落的过程，是不是前期的第一位启动的这一波绿灯到红灯，它的开始到结束就明显是比较强势的多头的区间，它的路径是很持续的。而后续呢，在这一个绿灯走到这一个红灯时，多方强势的路径呢就变短了。那更不用说，在这一次出现了红灯转绿灯，好，这个绿灯到红灯之间开始出现了什么动作？出现了多头略微亏损离场的现象，是不是多头走强的路径在变短？那么这里要注意的是，从这一个绿灯开始走到这里，它是不是已经出现了1天、2天、3天的动能向上的延续？跟之前这里有点像。之前呢也是1天、2天、3天，第4天出现了红灯，所以你要关注一下，会不会今天第4天它会出现红灯？如果出现，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里的多头和之前的多头并没有变强，那么也在维持震荡？那么突破呢就大概率是无效的。所以今天的红绿灯变化，关注2个点位。它是否能够收盘突破19544.15？如果能突破，继续出现绿灯，则说明它这里动能依旧很强，那么继续往上看前高。而后再关注它的低点支撑，今天是19409.79，如果今天收盘跌破了这个价位，则会出现一个红灯 K 线。那么红灯 K 线在这里产生，则说明这里的多头力量和之前这一波是一样的。那么目前多空之间没有明确的变化，那么就还是震荡看待目前的这个行情。这是站在红绿灯的角度我们去观察的。如果今天依旧是无灯，那么其实也比之前这一波是有点变强，但是没有绿灯那么强。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去关注的，也是之后你可以每天去跟踪的。这里阿哲呢告诉大家，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您如何在每天跟踪这个红绿灯，包括个股特斯拉、英伟达等等的红绿灯，阿哲每天美股开盘之前也都会给到，您就可以根据这个点位去跟阿哲一样绘制出这种红绿灯的走势图。那么这种图呢，它就会比较明确的告诉大家多头和空头目前的博弈的现状究竟是谁强谁弱。而如何去领取，首先第一点必须要点击订阅，点击订阅之后，您看到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布的，在置顶评论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只要点击那一个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当然了，如果您觉得打开评论区相对有点繁琐，那么您如果是在电脑端 PC 端观看阿哲视频，你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感叹号，它那里面也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在找到助教之后，您可以给他发送2个文字，就是盘前，在发送盘前给到助教老师，而后他就会知道您是订阅观众，而您需要每天的盘前解析，他会告知您如何能够去领取。这个盘前解析呢，它会比阿哲的视频更新呢更加及时，并且日常呢会更加快速的告知给您。而阿哲平时所用到的盘前解析的观点，都是用日常所给大家教学的技术技巧而去进行综合分析的，所以对于您的学习可能也会有一点帮助。但假如您是一位真正热爱技术分析，想要把技术分析学得更好的同学，那么仅通过盘前解析的文字，可能要帮到您的学习，相对来讲还不太够。所以阿哲呢，对于爱学习、真的愿意花时间在技术分析上的同学，有准备了其他的一些福利和礼物。除了刚才所讲到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之外，您只要是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您就至少能够参加阿哲内部所准备的1到2周的内部课程直播。所分享的知识点会更加的全面，并且所解析的内容也会更加及时，基本上每天的盘前都会有直播。同样的，也为爱学习的同学准备了粉丝群组、粉丝小组，而只要有问题在其中提问，阿哲看到了，那么会进行解答。不过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门槛，因为粉丝群组人数有限，阿哲不是说让所有的同学都去加入，我们只邀请真正有时间学习的同学，这样的话对您才真正有帮助，也不会浪费群组的名额。您需要怎么告诉助教您真的有时间学习呢？很简单，您只要能够观看1节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程，学习之后，您只要能够完成课程中老师所安排的作业，交给助教老师，您就说明您符合条件，而助教就会邀请您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组。那么也希望每一位可以认真学习的同学都能够领取到这3份福利。接下来阿哲告知大家我们本月的课程安排，从6月3号开始，基本上到6月13号，每一个交易日都会有
盘前的直播内部课程，分享的内容基本也是不一样的，所学的知识是比较多的。如果您是比较热爱技术分析的，它对你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对您的学习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找到助教老师之后，你也可以给他回复一个报名的一个文字，他就会知道您想要参加我们的内部课。那么后续在香港时间早上10点开课之前，他就会把专门的私密链接发送给您，可以去观看我们的直播。而这些内容、这些福利都是为今天您第一次遇见阿哲就能够点击订阅的同学所准备的，感谢您的点赞、订阅和评论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刚才我们了解了有关于指数的分析，你现在应该已经明白如何能够在日线上、小级别上以及短线上去看待股价的多空，指数何时会维持强势、维持上涨、直创新高，还是说它会产生风险，依旧维持震荡。目前你已经有了一个大环境的判定后，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关于个股解析。第2部分的个股我们会讲得更加详细一点。现在来到第1只是特斯拉，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图表。我们之前讲过一个浪形结构，所以鉴定了有关前方4浪反弹的高点为一个重要的压力左峰，而后续股价这一波从低点后的上涨，以5推的方式进行了一个上行，而目前5浪上涨遇到了前方4浪高点，所以我们说如果这里是一个正常的反弹，这里它理论是一个高点，这是我们在最近一直有提到的特斯拉的一个高点的风险。所以如果您之前真的认真听了阿哲的视频，不管您是做多的还是做空的，其实一个高点一个低点的产生，应该对于两方来讲都是有利可图。如果您之前看多，那么找到这个高点的时候，如果您的仓位较高，或者说您的成本较高，在这里去减仓去卖出，你做获利兑现，那么未来股价是真的会大跌还是回调，对于你来讲是不是都是再一次低买的机会？所以阿哲看空特斯拉，对于您做多特斯拉是不冲突的，甚至对您依旧是有帮助的。而假如您跟阿哲一样是找高点去趁机空特斯拉的，那目前的一个下跌是不是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盈利的空间？那么后续你只要找到止盈点，也就是多头的做多点，那么就可以了。而价格走势最近的这波调整为什么比之前强很多呢？我们解释了很多遍了，价格走势最近出现了一个强势的顶分型结构。所谓的强顶分，它由3根 K 线构成，中间最高，而左右两边呢是相对偏低的。同时第3根 K 线它的收盘价比左边这根 K 线的最低价是低的，就构成了一个强势的顶分型结构。这种顶分型在这一波上涨当中是没有出现过的，前面这一波调整和这一波调整都没有出现过这种顶分型，它之前出现是在这个地方才出现过一次，而你再往前去推呢，那么这里也是一个强势顶分型。所以强顶分型代表下跌动能相对明显的释放，资金一个比较明显的流出现象。每一次出现它不一定就100%会跌，但是每一次出现就说明这种调整力度呢是远超平常，这是要注意的。而现在在最近的一波反弹当中，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得很明确，它可以有反弹，它不会说当边的一直下跌，但是反弹的力度要关注什么？关注这个前方这个顶分型的强势的支撑压力位，也就是左边这根 K 线的低点，它被跌破，确认了分型的强势，那么后续它就会产生压力，股价反弹无法去站上这个压力，是不是它就是反弹？股价再次的回落，它把左边的低点又给跌破了，虽然跌破的幅度不如第一次产生的幅度那么深，但是不是又是一个强势的顶分型？那么它这里又再次的告诉我们会延续下跌。那么接下来的空间看到哪里？先看到107天均线，大概是318.5附近，因为这个是均线，它每天收盘之后可能会变动，但大体呢是318附近的价格，作为本次下跌空方的第一个关注点，也是多方的关注点。如果下跌在某个支撑上出现明显止跌 K 线行为，比如说低开高走，比如说长下影线，是不是出现这种 K 线之后，对于支撑有了明确的反应之后，空方可以作为左侧开始获利兑现的选择，而多方开始要去关注是否能够有低吸再次加仓的选择。而假如318附近没能产生支撑，特斯拉的下跌如果到这里还没有产生明确的止跌现象，那么再往下看，你是不是可以看到前面5波上行当中的这一个4浪调整的位置，它也作为一个关键的支撑。其实这一波反弹的力度很强势，只要特斯拉这一波调整它不破这个区间，其实它在一个相对大的级别当中，这一波回调它就还是回调。
所以这一个区间对于多头来讲要特别注意，特别你还想要做多特斯拉，或者说你还想要加仓做多特斯拉的，其实下面这个灰色阴影区间，它的任何止跌行为都是对多头来讲特别好的再次低吸的机会。当然了，这里阿哲所讲的任何空间点位都必须要结合当时到时候触及时的价格反应，那么它才会产生对应的机会。如果它保持下跌，那么哪怕有支撑没有止跌，都不能随便的去低吸抄底。我们再然后看到30分钟的空间走势，为什么特斯拉在最近的2期商期视频当中，我们都一直说到它有走弱、有被资金抛弃分化的现象呢？因为你会看到指数，不管是纳指还是标普，它的一个107天均线走势都是比较顺畅良好的，它是没有有效跌破的。而你看到特斯拉，它前面走势是很强势啊，170一直往上走，这个股价下跌就是不跌破均线。但最近不一样啊，最近出现了下跌破了均线，但这一个跌破呢不是有效的，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出现了止跌反弹。而昨天的这波下跌就有点问题了，这波下跌呢把170由上走平，有点往下去带了，而后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的第二根，它目前是不是产生了压力？虽然昨天在加速之后它出现了反弹，但反弹呢却把之前这个2号 K 线变成了压力而不是支撑，所以股价这里很容易继续的往下走，那么170呢就会被往下带，这样的话呢空方的利润就会再次的打开，空间打开，就会往特斯拉日线级别170的空间去靠。所以这里呢它只要能够往下再破这个低点，基本上就往170去靠了。而这里如果要反弹，其实它这个区间还是以压力来看。而如果这里出现反弹呢，比如说今天如果反弹呢，那么其实这上面的区间就是一个压力了。股价反弹只要不超过这根阴线的高点，再次回落，空方就是加仓点。所以对于170来讲，30分钟特斯拉走势是比很多个股已经走弱，特别是对于指数来讲已经明确走弱。接下来我们来到有关特斯拉的资金和动能上，实际交易我们关注哪一些内容？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特斯拉的走势当中，我们曾经提醒过，它从一个波段的低位啊，这个聚宝盆走到了龙头引力波段的高位，上踩童子区间，当前呢是已经形成有效，因为龙头线呢是往下穿了，这个白色块它就不会延续了。那么关注一下这个红色柱所对应的 K 线，是不是上方的这一根 K 线？这一根 K 线的低点，它目前再次被收盘跌破。今天只要收盘无法去回抽站回来，那么这里不能收阳站回来，那么其实对于空头来讲，就依旧往下看就行了。对于多头来讲，就还不是一个很好去看止跌的方向。在前期的股价走势当中，我们说下穿 K 线是这一根 K 线，它这一根 K 线的低点是不是不能被跌破？如果被跌破，就说明它不是低点变盘，低点还在后续，它这里是下跌的延续。那你会发现的是，这根 K 线后面是不是产生了下跌反弹又下跌？所以这里它不是低点变盘，它是高点确认，所以股价这里依旧还要继续往下看调整。而170呢，就是我们最先看到的一个支撑位，也是离得最近的支撑位。这里看待呢有没有止跌现象的出现？它出现的是一个绿灯后的红灯啊，开始绿灯无法赚钱了，而红灯后呢出现了赚钱的空方利润，是不是出现了2个红灯了？当前在出现绿灯之前，从 K 线角度上来说都不算特别好的止跌，所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低点的支撑是320.556，而高点的压力是338.825，关注这2个价格。如果今天收盘价依旧跌破320.556，收在这之下，那么其实就说明没有在170出现了止跌现象，依旧是红灯下跌。而价格如果今天能突破338.85，就是一个绿灯 K 线，那么红灯后转绿灯，对于空方来讲，你就得要止盈了。对于多方来说呢，到时候要关注具体价格的形态来去看是否要低吸。以上就是对于特斯拉的一个交易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来到英伟达的分析。目前所看到的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英伟达呢还是在135.01和143.95之间在徘徊震荡，在财报发布后出现了冲高回落，最近呢有一个超跌反弹，但还是在这个143.95之下呢，没有太多好的一个利润空间，你最多把握一个135往上反弹的一个区间而已，但其实也一般，最多就做短线，所以在没有一个有效突破前方143.95之前呢，这里面最多就做震荡的高抛低吸，而且随时很容易出现往下去跌破，往170去靠，因为它连续的这一里出现了冲高回落，一个决策的假阴线，前方呢又有一个相对大的缺口，
所以这里的压力呢会比支撑要强。那么之前借助财报没有能够去突破，那么现在财报过后它再去突破的概率是不是就相对来讲会低一些？这是空间上的一个看法，当前是一个震荡，还没有选方向，但是按目前来说，压力比支撑要强，方向选择呢更多是往下选，而往上选的概率呢不多。我们接下来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我们看到英伟达的日线图表，英伟达呢比特斯拉相对强势一点，因为它还没有形成白色块的完整，它的龙头线呢还没有下穿，当前虽然有风险，但是还没有说出现特别明显的风险的释放。我们看到红绿灯上是不是当前还是一个绿灯？昨天是没有绿灯的，昨天呢它这个三角不是绿灯，昨天这里意味着它是一个无灯的现象，它的动能依旧维持上行，跟指数同步的一个表现。而我们看到下方的这个股价走势，它呢是还没有上穿的，因为左边你会看到显示是负的 2.26， 当前还在水下，所以这里不是一个变盘 K 线。今天如果在略微的上行，则会产生上穿，那个时候是变盘。而如果今天是下跌，这里呢是资金流出的话呢，就不容易产生再次的上穿。我们就依旧关注临近的变盘点是这根 K 线，这根 K 线呢为一个股价的低点变盘，那它确实走出了低点变盘，也确实反弹了，运线后出现了上破，所以对于英伟达来讲，当前的 K 线形态随运线上破看涨，但只是它的看涨的空间会比较小，因为它上方不远处就有一个压力，所以运线选择上涨，但是上涨的空间是有限的，可能简单的1-2天上涨就波及到了压力位。当前你要去注意的是，如果你在做多英伟达，那么最好它后续不要跌回到运线的区间，如果跌回来，是不是相当于突破是失败的，并且上方的一个压力是有效的？所以做多的同学要小心它往下跌回运线，如果跌回来，那么至少这是一个右侧的减仓或者说离场信号。而对于空方来讲，目前英伟达是不建议去做空的，因为它还处于一个绿灯的上行，还没有出现一个红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今天会不会产生红灯。今天关注它的高低点，高点的压力是143.578，低点的支撑呢是140.732，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它出现是一个红灯 K 线跌破140.732，那么其实也就说明它对于前面的运线的高点是无效的突破，无效突破则再次陷为震荡以及压力有效，那么选择向下的概率就会变大一些。以上是关于英伟达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半导体指数。对于半导体指数的观点，阿哲依旧保持不变，因为107天均线当前呢还是处于向下的，所以以找做空的方向为主。像前期这里往上去突破一根 K 线、2根 K 线，是不是170突破是无效的？因为这根 K 线的高点是没有被突破，反而继续的往下去落。最近呢，是不是又来到了这个2号 K 线的高点附近？它是一个压力，同时伴随再一次往上去突破我们的170。这里是突破的第一根，突破的第二根，伴随3小点的产生，这里刚好是一个关键的防守位。如果在170向下运行时，半导体指数今天出现收阴跌破2号 K 线的低点，那么它会将构成再一次熊市高点做空的条件。而如果您是做多的，那么走到这一步，你要小心，它是一个关键的 K 线区间。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的表现。昨天的半导体指数出现了一个红色三角，红色三角和绿色三角，它的含义其实就是股价当天的预测高低点被精准的触及，就会出现这种三角。红色三角说明昨天的这个高点和阿哲所给到预测的高点是一致的。我们看它是多少？像昨天这根 K 线理论上的预测高点数值是217.595，而这一天出现217.62，基本上是相差比较少，所以它出现了一个红色的三角。当天这里呢跟指数最近是同步的，因为2根绿灯之后出现了无灯 K 线是相近的，而且又是一个3小点的结构。我们看到下方的 K 线，它有出现一个上穿吗？还没有，因为这一天它显示的 BBD 是负的6.268，还在水下，还没有上穿。而看到龙头引力上，是不是它还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就是白色块属于波段高点的状态。我们根据股价的走势，如果你目前是看多，那么结合3小顶，那么也可以结合红绿灯。它这里如果出现红灯，同时跌破这根 K 线的低点，那么如果能够顺势跌破170效果会更好。是不是明确告诉多头这里是风险？对于空头来讲，这里是一个进场点。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低点是215.17，高点是219.25，关注这两个价格。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关于指数和特斯拉、英伟达半导体指数的分析。下面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个股会偏多一点，阿哲一般呢会讲的比较快，用的也都是资金和动能上的指标去快速的分析，告诉大家短线的策略，希望对您也能够产生些许的帮助。我们来到第一只个股是阿斯麦，目前所看到是阿斯麦的日线图表。阿斯麦呢昨天出现了冲高回落啊，相近来说差点是一个负线，但是没有，所以整体的力度呢不算强。它前期的这个高点也是对于170并没有产生有效的突破，而走出了三阳小顶后的跌破，是吧？跟目前的半导体指数有那么一点点相似。而目前的阿斯麦呢走的是一个高点相对来说在降低的一个走势，和170呢形成了一个震荡的格局，有上方的压力和下方的支撑。目前的阿斯麦出现一个绿灯之后呢，后面就没有灯了。而指数呢是有2个绿灯的，说明阿斯麦整体在指数的环境来讲，本次反弹它也是偏弱的。再看到龙头引力上，前方这里形成了上踩童子，也就是波段高点的预警，跟目前的特斯拉也是有一点类似。而出现了这根红色的 K 线之后，股价呢把它给跌破了，而后在这里一直的反复震荡，没有把它突破，也没有把它进行有效的跌破，整体还是一个风险的酝酿，还没有完全是释放的过程。关键的 K 线在最近产生的是哪一根呢？是不是还是前面这一天？它是一个下穿 K 线，下穿 K 线的高点和低点形成了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之内不断的徘徊，方向性呢还没有选择，所以阿斯麦最近的一个机会和风险相对来讲都不是特别的大，它要选择一个方向的形成，才能够去给到一个方向性的运动。而从目前的表现来讲，它的下跌更加强势一点，反弹呢偏弱一点，所以往下走的概率呢也会更大一点。相对确认的条件就是有一根阴线把前面它的低点给有效的跌破，那么我们去看170的跌破是否有效。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今天的高点看到747.775，而低点的支撑呢是735.415，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AVGO 博通。博通最近的股价走势是很强劲的，在红灯之后产生绿灯，是不是作为一个买点？这里是一个红转绿，所以这里是买点；红转绿，所以这里是个买点。我们之前讲过，博通呢，它除非出现红灯，不然的话呢，千万不要把它选做优先的做空的标的，因为它这一波走势，当指数有红灯，当指数调整时，它也没有红灯，它依旧保持强势的上涨，说明它呢是比指数要强的。最近的绿灯在延续。它呢是之前这里就一直延续，指数有调，它也不出现红灯。而目前相对注意的是，它出现了一个创高收低，是不是把左边的新高打破了，而后出现了三阳小顶？那么因为它的走势比较强劲，所以哪怕它出现三阳小顶呢，你也可以先不用左侧的卖出方式去卖，你可以用右侧来卖。右侧就是设一个防守位，这一根 K 线的低点跌破之后再去卖，而强势行情以右侧卖为主。我们看到它的预测高低点，今天会不会有红灯？低点的支撑是259.335，跌破就是一个红灯；高点的压力267.175，突破就依旧还是绿灯。所以对于多头，你持有博通的同学，低点作为防守，那么跌破同时出现红灯，那么这里意味着市场当中调整的风险将要出现了。而假如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说明它还能看涨。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AAPL 苹果这里呢就有点特别了，最近的预测值低点基本上都是相近的，但它整体的结构不太好，下跌反弹当中出现了一根阴线区间之内的波动，这个波动是不是有点像下跌三法的形成？只要这样的一根阴线出现后反弹，不去突破阴线的高点，再出现一根阴线把左边阴线给跌破，它这个地方是不是更加就表明反弹的结束？所以当前的苹果呢，已经完成了2个动作，就是一根阴线和一根阴线内的反弹。接下来还差一个动作，就是有那么新的一根阴线把前方阴线的低点给跌破，那么就会形成一个不太标准的下跌三法。那么这个下跌三法就意味着反弹结束，而后做空者可以重新的进场做空。同时，因为它前方的这一个缺口，这个下跳的缺口没有被回补。当前也还没被回补，那么就说明这个震荡呢，它可能要变了。因为之前我们说震荡的趋势下，它的缺口是很容易在出现之后被回补的，不管这个缺口怎么样，只要在这个震荡环境下出现，就容易被回补。
只要还在回补缺口，就说明还在震荡。但最近的这一波股价走势，它是不是很难去碰到上方缺口？所以这个震荡的方式，它的力量上，多头在减弱，空方在变强，它就容易从震荡变成震荡下行，或者说直接下行。所以苹果走到这里，空头关注下跌三法的形成，一旦形成，再次的可以去看空苹果。我们关注一下底下的 BVD， 上穿 K 线是它啊，之前下穿的是它，下穿之后这根 K 线其实到现在没有被突破，而当前呢上穿 K 线是它，上穿之后它为压力，这里为支撑。如果这里出现收盘跌破这个支撑，哪怕没有跌破这个阴线低点，是不是也可以开始去开空单啊？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苹果，如果您是做多的，那么这里就不应该了，因为作为苹果来讲，它整体来说是偏弱的。你看到170日均线的走势在上方，它呢比半导体指数比阿斯麦还弱，人家至少碰到170了，它到现在没有碰到170。我们再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今天呢关注它的低点支撑是200.39，高点的压力是204.53，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eta。Meta 的运行呢，也是跟博通一样保持强势。我们在上期视频讲到这根大阳线的时候呢，跟大家要说小心一点什么呢？就是它的第二天很容易是小 K 线，后面如期出现了小 K 线，而也如期出现了这个 BBD 的上穿。BBD 上穿意味着它是一个高点变盘的可能，但是第二天立马把它突破，说明这里呢还没有见到高点，它只是一个中途中继。所以 Meta 来讲，它和博通一样，你想做空，不要找这种标的，而价格呢，它是比指数强势的，它也跟博通一样，之前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是不是看涨信号？而中途指数有调整，指数出现了红灯，它没有红灯，所以现在它是从之前的红灯走到这里，走的比指数要久要长。那么当下呢，我们不以它作为主要做空的方向。那么如果是拿着多头的，已经买进的同学，那么你要看什么呢？看它会不会转红灯，看它会不会走弱，走出下穿。所以这里呢，关注一下红绿灯，它的低点支撑是678.26，高点的压力是698.69，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STR 呢，上期视频我们说过，它有一个买入的绿灯的 K 线，是一根实体阳，然后看涨的目标，上期视频我们有讲过，目标就是这个缺口的情况。那价格出现了一个往上的波动之后，是不是离缺口比较近啊？但最后还是回落了，没有走出一个回补缺口，相对我们短线上就做了一波3-4个点的一个利润吧。而现在呢，股价出现了一个绿灯后转红灯，是不是风险？之前股价下跌走出绿灯，然后延续上涨，现在出现了绿灯后转红灯，那么按照我们的买卖点来讲，它这里应该是一个卖点，是一个下跌反弹容易结束的点。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今天的低点支撑是371.65，高点的压力是382.11，关注这两个价格。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PLTR 呢和 Meta 一样，也走出了一根红灯的 K 线，它同时呢也比指数提前走出了三小顶，这种比指数提前走出下跌的形态，或者说减弱的形态，是不是比指数短线上要变弱了？而后它又出现了一个红灯，指数没红灯，你出现红灯，那是不是也比指数要走弱？我们再看到底下是一个下穿 K 线和一个上穿 K 线在这里产生，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反弹高点，它的低点当前还有所支撑。今天只要收盘跌破三小顶的防守位，而后续再跌破它的这个低点，是不是可以作为2次开空和加空的点？那 PLTR 虽然它是强势股，但和 MSTR 是一样的。你在出现走空的信号之后呢，你可以看一下它往170均值的回归，它不一定会完全回归，但是它有一个回归的需要，所以可以以此呢把它作为第二类的做空标的。第一类做空标的呢可以找弱势股，而第二类做空标的呢就是我们曾经所讲过的 MSTR、PLTR 等等，之前是强势股，但是有物极必反现象的这种股票，也可以作为第二类的一个做空的方向。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124.11，高点的压力是131.48，关注这两个价位。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谷歌的表现呢有点不太寻常，因为它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在前面指数反弹时它走弱，而指数呢目前有一个风险，或指数呢出现了一个滞涨现象时，它反而走出绿灯，
是不是跟之前这里有点像？就指数调啊，大家都在调的时候，它就走出加速了，它就补涨了。那目前指数呢在涨的时候，它又是在调整。那指数目前有滞涨了，它又出现了买点，它又出现了好像要补涨的现象。所以谷歌呢这个股票也有点特别啊，很奇怪啊，就是它不跟随大众，它喜欢反着来。我们看一下之前的下跌时下创的 K 线是它的低点呢没有被有效的跌破，然后再次收回了。同时出现了一个红绿灯的买点，所以这一天的谷歌呢，如果您是做空者，那么从这个高点做下来，出现了绿灯，就要止盈，或者说相对来讲去部分止盈。那么这里如果真的能够走出相对的反弹，那么因为在170之下，所以空间呢就不用看特别多，大体就是这个范围。我们也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会不会有所变化。今天的低点支撑是168.593，高点的压力是170.378。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微软，微软的股价走势它也是三阳小顶，不过它的三阳小顶呢提前产生，跟 PLTI 有点像。而产生之后呢，第二天是冲高回落的10日新 K 线，有一个长长上影线，相对来讲也是一种滞涨的信号，但没有明确的下跌 K 线。不过这里有一点不好的就是，它出现了红绿灯之后，是不是一直在震荡，而且当前依旧是处于红灯后的震荡，说明目前虽然有所上涨，但整体来讲依旧处于红灯的弱势区域，而没有转为绿灯。所以当下对于微软来讲，低点是在这里出现一个反手，因为它是三阳小顶。而对于红绿灯 K 线来讲，一旦再次转为红灯，那么是不是下跌也就开始了？这一波往上的波动就结束了。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低点的支撑是463.445，高点的压力是466.115。关注这两个价格。接下来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呢还是在170附近在悬着，那悬得越久呢，不代表它越能够有效的突破，因为前期这里2号 K 线呢，当下还是没能够突破，甚至它的低点都产生了一些压力，徘徊的越久，这里一旦跌下来，空间将会越大。前期的一个关键 K 线，这里呢是出现了连续流金后的流出，那么它呢可以来看一下，把它作为一个目前的防守，目前的支撑，在这根 K 线附近，好，我们认为它可能维持震荡。在这个上方压力、下方支撑的位置在徘徊，但是它如果要走好，要走出这种趋势，是不是要突破上方的压力，以或者跌破下方的支撑，就会更加明朗一点。所以亚马逊的行情呢，相对比较无聊，震得太久了。目前是一个绿灯之后在往上的力度的波动，但是这种力度呢太弱了，它连左边这个阴线的高点都没能突破。一旦转红灯，是不是更多的要看一下空方的一个方向？关注一下它的低点支撑是206.205，高点的压力是209.205。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台积电，台积电昨天的走势是比较强劲的，而且它呢不只是昨天强，它比指数来讲是不是整体是偏强？出现了连续的3根绿灯，在最近的股票当中是比较少的，所以昨天和之前，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台积电的走势还不错，出现了一个上行。我们看到底下呢还是处于白色块，所以它呢还是属于一个风险区间，只是呢短线上保持强势。这里是一个三阳小顶，它也是三阳小顶，跟指数同步，突破左边高点出现三阳小顶，同时左边高点和三阳小顶的低点的防守是比较贴近的。这里呢一旦出现阴线的下破，那么这里也意味着它要转弱。而在此之前，因为它走势强劲，所以一不把它作为做空的方向。第二呢，就是没有出现明确的破位，或者说没有明确的把这个缺口补掉之前呢，它还是能够持股待涨的，只是要小心不要出现红灯，不要出现对于前高再次的跌落。我们看它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01.39，高点的压力是205.04，关注这两个点。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SMCI，SMCI 其实也一样，也是个三阳小顶的结构，而它的前期突破了2根 K 线的位置，是不是在这一根的位置？它这里呢出现了一个往下破、往上反弹有压力，往下回调再往上突破，但往上突破左边高点，整体是震荡，震荡出现了一个三阳小顶，而且是压力区间出现三阳小顶，所以这个地方能够作为左侧的做空点，因为它的趋势是比较优选的。本身趋势就是偏空头，170呢没有往上走，而后170没有有效突破，在压力区间出现三阳小顶，是不是风险比较大？
我们不以它作为做多的主要标的，但是做空的话呢，一旦出现还是有机会可以去看看的。关注一下今天的股价运动，低点的支撑是43.505，高点的压力是45.345，关注这两样价格。如果今天出现绿灯，那么对于做空者来讲，这里是不是更加明确？以上就是6月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再一次出现3小顶，本次是否也会如期调整？那么如果真的调整，对于多头来讲是一种再次找到低吸机会的时候，而对于空头来讲，也是一次不小空间的一个获利的开始。希望以上的内容对于做多的你和做空的你都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